各位伙伴，大家午安！又来到礼拜三老邓谈法论理的时间，今天是第24次。今天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同事在业务上之危险执行行为。同事，我们的工作伙伴在业务上，在执行业务的时候有危险行为的时候呢，我们该如何处理？该如何的？甚至对这样一个同事是否继续担任同事那公司应该对他应该要怎么来处理才是最好？今天就这个题目，同事有业务上的危险行为，该如何处理？以这个题目来跟各位做报告。那这是在LINE 社群一位伙伴所提的，他提的案件是说，在餐饮门市有闻到瓦斯的气味，很浓。那厨房的厨师不听劝阻，后来赶紧请公司的这消防人员过来查了一下，果然空气中瓦斯的浓度超过标准，所幸及时处理了，没有发生事故。各位伙伴，对这样的一个员工，对员工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在一般公司的话，你看应该要怎么来处理应该要怎么来处理各位，的确这在实务上面经常会发生尤其这位提问的伙伴还提到劳基法上的惩戒解雇。劳基法上的惩戒解雇非常严格因为所有的解雇都是最后手段，一定要达最后手段的这个原则呢，才可以采用所谓的解雇这个做法。所以好像对这个伙伴来讲，对这样一个员工的行为，他非常的困扰。那对这个伙伴的所提的问题呢，在社群里面呢，也有另外的伙伴回答到建议建议他们公司呢要从劳资会议工作规则，还有从劳动契约呢去健全企业的人事规章当然的这个方向大方向的建议应该是非常的正确大方向非常。不过在实务上面呢我想为何要依照这些建议去办呢？有一些客观的情形呢，我总觉得我应该借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做报告一下，各位可能才会在乎这个事情的严重性那首先呢，各位，我以台北市为例，到今年8月中旬为止，台北市为例到今年8月中旬为止呢，职灾死亡的案件就有5件。职灾死亡各位，这个职灾死亡呢就像我们通常在过去有听过的，有的是从高处坠落啦有的是坍塌堆积物坍塌的之后造成的，也有人是感电被电到高压电到之类，有的是物体飞落砸到那另外还有所谓的缺氧中毒。我们一般提到职灾，好像是来自这些层面这些呢好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职灾的这些的类型但其实这次这位伙伴所提的，各位在工作场所的这样危险的业务行为，这个危险的执行业务的方法，应该我们也可以换成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会不会形成职灾？当然会形成职灾，因为是发生在职场。
那各位哈，现在各级政府对有关职灾的训练以往来自各级政府通常都会用所谓的口头上的教育训练用法规这样来做介绍哈。不过在资讯科技发展之后呢，现在已经有人不少在采用所谓的 XR 这个体系来做教育训练。各位，什么叫做 XR 呢？大概我们可以分成3种，有一种叫做 AR 就是增强实境的感受，那另外一种叫做 VR 这个呢，当然各位知道的所谓的虚拟实境另外有一种叫做 M2 所谓的 M2 呢，也就是混合实境把真跟假二者把它混在一起让人真实的去感受职灾发生的时候呢，它的那种逼真性那种伤害那种震撼这是我想在职业安全训练方面呢来自政府这边也不遗力的，也都有一定这些的改善。那这些的改善呢其实在各企业呢应该也可以去做一些的参考。那以下我就直接来回答我们这位伙伴所提的餐饮业这些厨师对瓦斯这个空气中高瓦斯浓度还继续工作的这危险行为，各位对这样一个危险行为呢，假设我们碰上的时候，各位您会怎么办？来自我个人的想法，我首先给各位介绍是《职业安全卫生法》第18条的规定。各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18条总共分成3项，请大家把这3项大致上把它记好。各位，第一项是规范雇主，规范雇主怎样？也就是雇主或是负担这管理职务的这支人对于在工作场所有可能发生灾害之余的时候呢，各位他们有责任命劳工停止作业并让劳工这个撤到所谓的安全的场所，命劳工停止职业继续执行作业，然后退到安全的这个场所各位，我们把这个呢在劳动法学界我们称它叫退避权叫做退避权。各位，第一个退避权是由雇主或这个管理者他该去做的事情。职业安全卫生法第18条第2项规定的是什么？这一次规定是劳工。假设来自雇主或是管理阶层这里对从现场退避他们没有指挥或不能指挥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而且这个灾害的确有发生之余的时候呢，劳工朋友在不危害他人的这个情况底下，不影响别人的工作底下呢，他是依法他是可以自行停止作业，然后退到安全的场所。我把这个称为叫做劳工主动的退避权。前面是雇主指挥下的退避权，第2项是劳工自主的退避权。各位，这2个规定其实在我们职业安全卫生法里面规定的非常的严格规定非常严格。我首先要跟各位说明的，第一个，雇主应该要指挥要进行的这个退避权，假设没有执行的时候，各位，假设没有执行的时候呢，依照职业安全卫生法第41条第1项第2款上的规定，各位规定什么？请大家听清楚。
光是有这个情况时候，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1年以下有期徒刑及18万元以下的罚金。简单来讲，雇主没有让劳工朋友从危险发生之余的工作场所，退避到安全的地方的时候，停止作业，退避到安全的地方的时候呢，各位，这个地方雇主要负刑事责任。虽然很轻，但他追究的是刑事责任。我们假设这节目观看有雇主在的话，记得一下，该让劳工退避有没有让劳工退避呢？各位这边有刑事责任。第二个要跟各位说明，来自劳工朋友在客观情况他自主进行退避的时候假设雇主对于他这个退避的行为呢，后续对劳工朋友采取不利的处遇的时候对劳工朋友给予不利的这个待遇的时候呢，各位，职业安全卫生法也有规定，怎么规定？这个是在45条的第2款，职业安全卫生法第45条第2款这个规定呢，就会处雇主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劳工朋友的自主退避这个地方，当然有可能对雇主来讲，跟雇主的期待可能有所违反。但是，假设他的确是有发生危险之余，劳工朋友自主退避的时候，雇主加诸劳工朋友有不利待遇，各位，国家法令对雇主是采取要处罚的各位，以上2个处罚条款是用来跟各位提醒，尤其第一个，雇主没有让劳工朋友带领劳工进行退避，让劳工发生危险，各位，这要负刑事责任。劳工朋友自行退避，结果雇主来处罚劳工朋友的时候呢，各位，国家法令这里也会处罚雇主。也就是我们对职业灾害的发生，刚刚讲台北市的5件，有的是东西砸下来有的是所谓的安全梯这个不稳，有的是缺氧各式各样的情形，各位谁会第一个感受到？第一个感受一定是在现场工作的劳工。请各位劳工朋友、劳工伙伴碰到这些情形时候，把它记得，职业安全卫生法第18条第2项里面有规定，你要自主退避，不过你要立即报告你的主管这是2个动作，立即退避，然后报告主管那边有危险，那边是什么情况，我行使自主退避权。请各位用这样一个方式来保护自己。各位，今天所提的问题是，碰到同事他专做这些危险的事情，造成其他同事的不安，各位，我们该怎么办？各位，行使退避权还是同样需要。那按照一般的行政管理，这个地方可能要尽快跟您的主管来讲有这些情况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我们雇主对于这样一个劳工朋友，也就是这一次提问的这个问题的重点，对这劳工朋友该做怎么一个处理？我对这位伙伴，我提供以下您增订工作规则上的建议。也许您是管理阶层但不晓得在这个条文上怎么样来定位会比较好。我跟你提供一个条文的文字上的参考。我建议您在工作规则上面增订一个条文。这个条文呢，文字大致上的重点在
在职业安全上，劳工违反雇主在职安法上的规定或指令，自身营业上损害于雇主者，劳工违反雇主的指示或是这个法令的规定，自身损害于雇主者，雇主得依劳基法第12条第1项第5款雇主依劳基法第12条第1项第5款的规定，得不经预告终止劳动契约。各位，这个条文上的建议的重点在哪里？因为你所假设的这个情境，它跟劳基法第12条第1项里面的第5款的规定外形上看起来不太接近。尤其劳基法第12条第1项第5款的规定呢，它是2个要件，首先要有劳工朋友的行为，各位注意，第二个是要自身损害于雇主，要有这2个要件。当有这2个要件同时成就的时候呢，各位这个地方就会雇主就可以产生一个得不经预告终止劳动契约。所以这个条文上面的一个操作，劳工朋友听起来可能会讲，哇，邓老师可能怎么这么无情，好像在教雇主这个条文上应该要怎么来定？各位，职灾的事情天大地大，想到每个劳工朋友他的背后，他都是有一个家庭。各位，职灾更何况还有所谓的退避权上的规定，我在这里极力建议资方一定要定有效的这些条款，一定要有很好的公告周知的这个手法公告周知的手法呢，让甚至刚刚介绍的所谓的 XR 这一些让大家身临其境去感受职灾上的这些危险的这些工作呢，绝对不能省略。那这些工作要怎么来传达呢？各位，有劳资聚会的时候，那依法有劳资会议开会的时候那只要我们把这个很清楚的在工作规则里面特别把它定出来，大概这个条文这么定下来用刚刚建议的这个文字我们就在用连接劳基法第12条第1项第5款应该就没有问题，因为法律的要件通通足够，这法律要件通通足够，而且明定于工作规则，工作规则又经主管机关核备。各位，我们群组上这位伙伴所提的这个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以上是我个人对这个伙伴所提的这个问题呢所提的建议那这个建议呢就是增订一个条款，这个条款的文字容许我再重新朗读一次。在职业安全卫生上，劳工违反雇主之规定或指令，自身营业上损害于雇主者，依劳基法第12条第1项第5款，得不经预告终止劳动契约。请您参考。这个条文本身，订进工作规则也可以，但是工作规则偶尔会有争议我建议除了工作规则之外，在劳动契约里面，就请各位就依照劳基法施行细则第7条第7款上的规定有关安全卫生还有另外11款这边规定应遵守的纪律呢，本于劳基法施行细则这2个条文的规定把它也同时定在劳动契约和工作规则。综合以上今天给各位的报告，职灾
劳资双方没有人承担得起。职灾没有，劳资双方没有人承担得起。我们请管理阶层帮助雇主建立有效有警醒效果的这个工作规则、劳动契约啊。那最重要，请各位伙伴，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工作职场只有发生危险之余的时候，请谨记在心，职安法第18条上所规定的退避权。各位，首先先行退避，劳工朋友一退避之后，请记得跟您的主管直接报告。各位，这个部分再来，法令就对劳工朋友这边就有保障的。生命、身体最重要，一切剩下之后再说。请记得行使退避权。今天给各位的报告就到这里。